欢迎来到壁话太多，我是三太。昨天在社区里发帖，和朋友们做了个投票小游戏，问中国历史上最狠的皇帝是谁？有人说是秦始皇，有人说是汉武帝。我看投票最高的就是朱元璋。其实呢，每个皇帝都各有各的狠，只不过是在不同时代背景下所用的招数不一样。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位够狠的皇帝呢，是昨天社区帖里投票最低的那位。他是明朝的第3位皇帝，在位时间为1402年至1424年，年号永乐。他就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4个儿子朱棣。1402年7月13日，这一天，朱棣终于打进了南京城。整整4年的靖难之役，他从一个北平的藩王一路杀到了大明的权力核心。按理说，这一刻的他应该狂欢，应该封赏，该对着废墟大笑。但在南京皇宫冲天的火光里，朱棣坐在马背上，整个人却像掉进了冰窟窿里。接下来的48小时，他没有合眼。他下达的第一道密令，不是抓捕敌军将领，而是去火场里找一个人。只要这个人不出现，朱棣这辈子做的就不是龙椅，而是一块烧红的烙铁。今天我们不聊宏大的战争，我们把时间拨回到600年前那个血色的南京，看看在朱棣登基后的这命悬一线的48小时里，这位大明战神究竟在怕什么？在你准备放松之前，先点个赞，点下订阅吧。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你的坐标和此刻时间，让我们相约壁画，一同出发。更需要你点击热推，送出 Hype 积分。壁画太多，需要你的支持和蓄能。好，让我们一起沉入今晚的故事。公元1402年的夏天，南京城的空气里全是烧焦的味道。朱棣骑着高头大马，带着满身的硝烟和血腥味，终于跨进了那座他梦寐以求的皇城。按理说，这时候他应该仰天长啸，对着天空大喊一声：“还有谁？”毕竟他作为一个藩王，从北平一路打到南京，完成了历史上几乎不可能完成的逆袭。这简直是军事史上的奇迹，他应该感到自豪才对。但奇怪的是，朱棣脸上没有一丝笑容，他的眼神里甚至带着一种神经质的慌乱。他在怕什么？他怕那个已经烧成废墟的皇宫里少了一个人，那个人就是他的亲侄子，当时的皇帝建文帝朱允炆。朱棣看着眼前那具被烧得面目全非，根本辨认不出是谁的焦尸，整个人陷入了巨大的虚无感。大家都以为朱十族是因为朱棣残暴，但在心理学上，那种极端的暴力其实源于极度的无力感。在火光冲天的南京城，朱棣看着那具焦尸，他心里很清楚，只要不能100%确定朱允炆已经死了，那他的噩梦就开始了。这种恐惧非常微妙，你想想，朱棣手里有几十万精锐骑兵，那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的武装力量。他已经把首都占领了，全天下的官员都在瑟瑟发抖，等着向他跪地求饶。可他偏偏被一个手无寸铁的书生给整崩了。那个书生叫方孝孺。在朱棣登基前的这48小时里，方孝孺就是他心里最粗的那根刺。朱棣这个人的心理其实挺复杂的，他一直有个心结，就是他那个当了皇帝的爹朱元璋，其实从没想过把位子传给他。他是老四，
上面有优秀的哥哥，下面有听话的弟弟。他在边境吃沙子、打蒙古人的时候，他的侄子朱允炆正坐在暖和的宫殿里读圣贤书。朱棣内心一直有一种强烈的自卑，凭什么？凭什么我立了这么多战功，却只能当个臣子？凭什么那个连兵法都没摸过的书生皇帝能对我指手画脚？所以他起兵反抗，美其名曰靖难，平定祸乱，扫平危难。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我是来帮皇帝清理身边坏人的。这种借口大家懂的都懂，就是块遮羞布。现在呢，这块布给扯碎了，他进了南京，他需要有人帮他把这块布给补回来。他需要一个在学术界、在读书人心里有极高地位的人站出来告诉全世界，朱棣当皇帝是合法的，是老天爷的意思。他选中了方孝孺。方孝孺当时是谁？那是读书人的领袖，是正统文官集团的精神图腾。朱棣甚至在进城前就想好了，只要方孝孺肯点头，只要方孝孺能帮他写那份即位诏书，他可以给方孝孺任何想要的荣华富贵。这其实是朱棣在求和，是一个手里握着刀的土匪在卑微地请求一个拿笔的文人给他发一张良民证。可是朱棣低估了读书人的那种倔强，也高估了自己的心理承受力。他在登基前的这48小时里一直在等那个能够赦免他篡位罪名的人出现。他在宫殿里来回走动，听着窗外偶尔传来的惨叫声。每当有士兵跑来报告说还没找到建文帝的下落，他的心就往下沉一分。那种焦虑，就像是还没确定通过面试的打工人，虽然已经开始在岗工作了，但只要没签这个正式合同，那他心里总觉得不踏实，有后怕。这种自卑感在方孝孺被带到他面前时达到了顶峰。一个拥有几十万军队的战神，面对一个穿得破破烂烂、哭得稀里哗啦的书生，朱棣竟然怂了。他甚至放低了姿态，试图用亲情和歪理来感化对方。结果呢，方孝孺只回了他2个字：阉贼。这2个字就像一记响亮的耳光，直接扇在了朱棣最敏感的神经上。那一刻，朱棣意识到，无论他打赢多少场仗，无论他杀多少人，在那帮讲究名正言顺的读书人眼里，他永远只是个趁火打劫的强盗。这种深深的挫败感，让他原本就紧绷的神经彻底断裂了。他开始疯狂地寻找建文帝，哪怕是一块骨头、一件衣服，只要能证明那个人死了，他就能稍微安心一点。但他又找不到。那种未知的恐惧像毒蛇一样啃噬着他。他看着南京城的断壁残垣，看着那些表面顺从、内心鄙夷的群臣，他突然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这种孤独不是因为高处不胜寒，而是因为他发现他抢来的这个皇位根本就没有地基。而接下来的48小时将决定他到底是成为千古一帝，还是成为史书里最臭名昭著的逆贼。在那场烧了大半个南京城的冲天大火里，朱棣其实完成了人生中最昂贵的一次开箱。整座大明帝国的权力中心现在都归他了。按说这时候应该赶紧发个朋友圈庆祝一下，再配个文，努力的男人运气不会太差。但事实却是，朱棣站在焦黑的殿宇前，手心出了一层冷汗。他眼里的火是真的，那是欲望和野心，但他心里的冰也是真的，那是源自灵魂深处的恐惧。这种感觉就像你通过一些不太光彩的手段挤走了原来的部门经理，
自己坐进了那间梦寐以求的独立办公室。虽然名牌换成了你的名字，所有的下属也都客客气气地跟你打招呼，但在你坐到那张转椅上的第一秒，你感受到的绝对不是爽快，而是排山倒海的虚。你总觉得背后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你，你总觉得路过茶水间时，大家都在低声议论你这个位子是怎么来的。这种冒充者综合征在朱棣身上被放大了无数倍。在那个深夜，朱棣没有睡觉，他也根本就睡不着。他在皇宫里走来走去，身边跟着的是最亲信的将领。他的每一步都踏在祖宗朱元璋定下的规矩上，每一步都走得心惊肉跳。大家看朱棣像个战神，其实他是个极其注重规矩的人，他太懂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则了。大明朝讲究的是嫡长子继承制，这是写在国家宪法里的。而他朱棣不管立了多少军功，在这个逻辑里，他永远是个插班生，是个不请自来的闯入者。这种法理孤儿的挫败感，让他对那一句句从火堆里扒拉出来的教师产生了近乎偏执的兴趣。你想想那个画面，尊贵的燕王殿下，大明未来的皇帝居然蹲在灰烬旁边，死死盯着那些已经碳化的人形。他不是在哀悼，他是在核实。他在核实他的侄子朱允炆到底死了没有。在登基前的这48小时里，时间就是朱棣最大的敌人。如果朱允炆死了，那他还能勉强说自己是来收拾残局、稳定局势的。如果朱允炆活着，哪怕只是跑到了某个偏僻的小山村，那朱棣这个皇帝就永远是个临时工。他太需要一个结果了。可是那具焦尸实在是太惨了，完全没法分辨。这种未知比明目张胆的对抗更让朱棣发疯。我们来举个例子啊，一个空降的领导，如果不能迅速拿到前任留下的核心资源，或者得到核心团队的认可，那他坐在这个位子上，每一秒都是煎熬。他会变得疑神疑鬼，会觉得每个人的眼神里都藏着讥讽。朱棣当时就是这种状态，他看着满地的灰烬，心里想的是，只要那个人还没死，我这辈子就得睡在刀尖上。更让他崩溃的是，他发现自己虽然赢了战争，却输了人心。这种人心不是老百姓能不能吃饱饭的问题，而是那帮掌握着舆论话语权的文官集团。他们看着朱棣的眼神，就像在看一个没文化的暴发户。朱棣很想表现的大度一点，温柔一点，展现一下所谓的人君之风。但他发现，无论他怎么示好，那些文官的回馈都是冰冷的。这种冷暴力比战场的真刀真枪更伤人。朱棣在那个晚上一定在想，我爹朱元璋当年是怎么搞定这帮人的。对，我爹是开国皇帝，他是规矩的制定者，而我呢，我是规矩的破坏者。这种身份的错位，让他在踏入皇宫的那一刻起，就陷入了一种极度的自卑。他在黑暗中抚摸着那张龙椅，金漆的触感凉丝丝的，却没有温度。这不仅仅是一张椅子，这是一个巨大的审判席。他在等天亮，等一个能帮他洗白的人。他在心里默默开出了价码，只要有人肯站出来，在这48小时内帮他把那个篡字改成纪字，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但现实很残酷，越是他在意的人，越是把他当成空气。那种被集体孤立的冷，顺着脚底板直冲脑门。他知道，如果搞不定这帮读书人，他的这个皇帝位子坐上去指定会烫屁股，那根本就坐不稳。于是他把所有的赌注都压在了一个人身上，
那个人就是方孝孺。在朱棣看来，方孝孺就是那个能把他从非法深渊里拉出来的救命稻草，只要搞定方孝孺，这48小时的噩梦就能结束。但他没想到的是，方孝孺不仅是一根草，更是一块又臭又硬的石头。这块石头即将把朱棣最后一点理智撞得粉碎。此时的南京城笼罩在黎明前那最黑暗的夜色中。朱棣坐在空旷的大殿里，听着远处偶尔传来的鼓声，心里的那块冰疙瘩是越来越大。他知道天一亮，真正的战斗才刚刚开始，而这场战斗不关乎兵马，只关乎一个人的脊梁和另一个人的体面。到了登基前的这48小时里，朱棣最想见但也最怕见的人，终于被押到了大殿之上。那个人就是方孝孺。如果说朱棣是大明朝的最猛武力值，那方孝孺就是大明朝精神世界的天花板。朱棣心里很清楚，手里有刀只能让人跪下，但想要让人服气，他需要方孝孺手里那支笔。这个方孝孺在当时是什么地位？他被称为读书人的火种，是天下读书人的精神领袖。在那个年代，舆论阵地不在微博，也不在短视频平台，全在这些读书人的舌头和笔尖上。只要方孝孺肯出面起草那份即位诏书，朱棣这个燕贼的标签就能在一夜之间被撕掉，换上众望所归的金字招牌。朱棣其实对方孝孺是有一份敬畏在里面的，这种敬畏很复杂，既有对知识的崇拜，也有作为粗人的自卑。他在北平打仗的时候，身边的狗头军师姚广孝就曾经跪下来求他，说等进了南京城，千万别杀方孝孺。姚广孝的话说得很重，他说要是杀了方孝孺，那天下读书人的种子就绝了。朱棣当时答应得很痛快，因为在他看来，世界上没有搞不定的人，只有给不到位的价。可当方孝孺真的站在他面前时，朱棣发现自己错得离谱。方孝孺甚至连正眼都没瞧他一眼，而是穿着一身丧服，在大殿上哭得死去活来。那种哭声不是装出来的，那是真切的丧亲之痛。他在哭他的学生，也就是那个被大火吞噬的建文帝。朱棣坐在龙椅上，看着下面那个哭得像个泪人一样的老书生，心里那股无名火就要往出窜，但他还是强压着火气，决定最后再忍一把，再努力一把，做一个体面的公关。朱棣走下台阶，甚至还往前凑了凑，语气尽量温柔地对方孝孺说：“先生，你别哭了，我这不是学周公辅佐成王吗？”这大概是朱棣这辈子说过的最虚伪也最卑微的一句软话了。他试图用历史典故来给自己洗白，暗示自己也是为了江山社稷好，大家都是一家人，没必要搞得这么僵。按理说，这时候稍微懂点职场规则的人都会借坡下台，给朱棣个面子。只要方孝孺点点头，那以后的内阁首辅荣华富贵那简直是手到擒来。但方孝孺根本不按套路出牌，他止住哭声，冷冰冰地问了一句：“那成王在哪儿呢？”朱棣尴尬地咳嗽了一声，说他自己把自己烧死了。方孝孺又问：“那成王的儿子呢？”朱棣说：“国赖长君。”方孝孺再问：“那成王的弟弟呢？”朱棣已经快没耐心了，说：“这是我的家事，先生你就别操心了，你只要帮我把这诏书写了就行。”就在这一刻，大殿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朱棣甚至已经让身边的太监把笔墨纸砚都摆好了。他心里可能还在想，你看，我都给你台阶下了，我这么大的官都跟你说软话了，你差不多得了。
可方孝孺接下来的举动，直接让朱棣的心理防御彻底崩盘。方孝孺接过笔，在那张原本应该写满赞美词的黄纸上，只写了4个龙飞凤舞的大字：阉贼篡位。写完这4个字，方孝孺把笔一扔，死死盯着朱棣，那眼神里没有恐惧，只有蔑视。这种蔑视让朱棣觉得自己身上那身华丽的龙袍仿佛被瞬间扒光了，他依然是那个在北平谋反的乱臣贼子。朱棣直接疯掉了，他歇斯底里地吼道：“你难道不怕被诛9族吗？”方孝孺仰天大笑，回了一句流传千古的话：“遍诛10族又如何？”这句话彻底让朱棣内心直接黑化。他在登基前的这48小时里，一直在试图逃避篡位这2个字，一直在努力建立自己的合法性。可方孝孺用最直白的方式告诉他：“你做不到，你哪怕杀光天下人，你也是个贼。”朱棣在这个瞬间明白了一件事：这座大山他跨不过去。既然跨不过去，那就只能把它铲平，哪怕这种铲平的方式会让他背负万世的骂名。这种心理状态其实挺悲哀的，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人，却在精神世界里被一个手无寸铁的人打得体无完肤。朱棣的残暴本质上是对自己精神贫瘠的一种补偿。他无法赢得方孝孺的认可，所以他要摧毁方孝孺的一切。这种毁灭是他在极度自卑后爆发出的最原始的兽性。而这48小时的现实心理战，朱棣其实已经输了。他虽然得到了江山，却在此时此刻永远地弄丢了自己的体面。在大殿那凝固的空气里，朱棣其实已经把身段放得比他的龙椅还要低了。你要知道，这可是朱棣，一个在战场上能把蒙古骑兵追得满地找牙的狠角色。但在面对方孝孺的时候，他表现出了一种近乎卑微的克制。他不仅没有一上来就动刀动枪，甚至还亲自走下台阶，试图玩一场霸道总裁爱上我的职场挽留戏码。这种反差恰恰说明了朱棣内心的那种极度饥渴，他太需要这张名为合法性的奖状了。朱棣当时对着方孝孺说的全是好话，甚至还带了点求饶的成分。先生，我这都是为了社稷，为了朱家的江山啊，你就帮帮我吧。可方孝孺是怎么回应的？他根本没看朱棣那张因为焦虑而略显浮肿的脸，他只是在那儿哭，哭得惊天动地。这种哭在朱棣听来，每一声都像是在骂他是贼。朱棣强忍着火，让人把笔和纸塞到方孝孺手里。朱棣心里想的是，我都这么低三下四了，我都给你这么大的面子了，你只要随便写2个字，哪怕是写个收到，我都能想办法把你抬进内阁，让你当大明朝的第一红人。但是朱棣低估了某种被称为信仰的东西。在方孝孺这种人眼里，世界不是由逻辑构成的，而是由名分构成的。名分没了，天就塌了。当朱棣再一次催促方孝孺起草即位诏书时，方孝孺终于止住了哭声。他接过那支价值连城的毛笔，嘴角露出一丝极度轻蔑的冷笑。方孝孺在那张黄绢上只写了4个大字：阉贼篡位。写完之后，他把笔狠狠地摔在地上，墨汁溅到了朱棣昂贵的靴子上。那一刻，大殿里安静的连心跳声都能听见。朱棣看着那4个字，感觉自己的灵魂像是被人在光天化日之下给剥光了。
他所有的武装，他的几十万大军，他那一身的军功，在这一张薄薄的纸面前，显得是那么可笑，那么猥琐。这就是读书人的力量，或者说是某种精神上的暴力。朱棣原本以为，只要他握着剑，他就是这个房间里最强大的人。但方孝孺用行动告诉他，不，你只是个拿刀的强盗。这种精神上的阶级壁垒，让出身行武、一直被父亲看不上的朱棣彻底崩溃了。他的手开始颤抖，那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一种无法言说的羞耻感，转化成了暴虐的冲动。朱棣在那一刻意识到，他这辈子都不可能得到这帮精英的认同了。既然得不到，那就毁掉。于是，他原本试图伪装出的那种明君的人设，在方孝孺的冷笑中碎成了一地渣子。他重新变回了那个杀伐果断、不计后果的燕王。他指着方孝孺的鼻子吼道：“你难道不怕死吗？”方孝孺回敬他的只有更加坚定的沉默。这种沉默比任何谩骂都更有杀伤力。当朱棣下令把方孝孺拖下去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开启了那个名为暴君的模式。他决定用最极端的方式去掩盖这次失败。大家都听过诛九族，这已经是古代刑法里的天花板了。但朱棣在这48小时里，亲手打破了这个天花板，创造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记录，诛10族。很多人觉得朱棣这么干是因为他天生残暴，但如果你仔细复盘那天的现场，你会发现这哪是什么暴君发威啊，这分明是一个自尊心被踩进泥土里的男人在进行一场歇斯底里的报复性消费。他杀的不是人，是他内心的那份卑微和无力。咱们先来算算这笔账。9族那是你的直系亲属加旁系亲属，基本上跟你沾点血缘关系的都得整整齐齐的走。那第10族是什么？是方孝孺的学生和朋友。这在当时可是个巨大的创新。朱棣为什么要加这第10族？因为方孝孺那句遍诛10族又如何，简直就是当众扇了这位新皇帝一个大嘴巴子。朱棣当时的心态大概是这样的：你不是清高吗？你不是不怕死吗？你不是觉得我这个皇帝位子不正吗？行，那我就把你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社会关系连根拔起。朱棣在那一刻已经不再是那个运筹帷幄的统帅了，他退化成了一个被羞辱的小男孩，手里正好握着一把毁天灭地的菜刀。方孝孺被压下去的时候，朱棣坐在空荡荡的大殿里，手都在抖。他原本以为只要他表现得足够狠，只要他把屠刀架在对方脖子上，对方总会软下来的。结果方孝孺不仅没软，还直接把脖子往前送了送，顺便吐了他一脸唾沫。这种挫败感对于一个刚刚获得最高权力的人来说是毁灭性的。他发现自己虽然占领了地盘，却连一个书生的灵魂都征服不了。这种得不到就毁掉的变态心理，让他在登基后的头2天里，整个人都处于一种病态的亢奋中。诛10族的消息传出去后，整个南京城都陷入了一种死寂。朱棣本以为这种血腥的威慑能换来大家的顺从，能让大家改口叫他圣君，但他失望了。他看到的只有恐惧，那种刻在骨子里的敬而远之的恐惧。大家看他的眼神，不再是看一个新统治者，而是在看一个随时可能自爆的疯子。这种眼神让朱棣更心慌。他发现，他越是杀人，
他那个皇位的合法性就流失得越快。他杀掉了方孝孺，也杀掉了自己最后一点体面即位的可能。而且你要知道，朱棣这48小时里不仅在杀人，他还在疯狂地找人。每杀掉方孝孺的一个学生，他都会问一遍：建文帝在哪儿？有没有线索？这其实是一种心理代偿，他想通过消灭方孝孺这种正统派的肉体，来抵消自己找不到建文帝的恐惧。如果建文帝真的死了，朱棣可能还会对方孝孺温柔一点。可偏偏建文帝生死未卜，这就像一个定时炸弹埋在朱棣脚底下，随时可能把他炸得粉身碎骨。在这种极度焦虑的状态下，朱棣的逻辑已经彻底闭环了。他认为，只要我杀得够多，只要我把所有的反对声音都变成惨叫，最后剩下的就只能是赞美。这种想法现在看来很幼稚，但在那个充满血腥味的南京城里，这是朱棣唯一的救命稻草。他把方孝孺的十族拉出来，一个接一个的杀给天下人看。这其实是一种自杀式的示威。看吧，我连天底下的读书种子都敢杀，你们谁还敢说我不是皇帝？但杀戮带来的快感转瞬即逝，留下的却是无尽的空虚。当最后一个人倒在血泊里，朱棣站在大殿的阴影里，听着远处传来的哭喊声，他突然意识到，他赢了这场决斗，却输掉了整场博弈。方孝孺用死完成了一次道德上的封神，而朱棣用生给自己定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这种输赢的倒置，让他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都活在这种我是个贼的自我怀疑中。这48小时的狂暴，其实是朱棣这一生最脆弱的缩影。他手里握着最强的剑，心里却住着最怕光的鬼。他把那个鬼命名为不忠，其实那个鬼的名字叫自卑。而就在他忙着诛十族的时候，一个更让他睡不着觉的消息传到了他的耳朵里。有人在皇宫的密道里发现了一些不该发现的东西。这个发现直接把朱棣从暴怒的顶峰推向了未知的深渊。皇宫的大火终于熄灭了，但朱棣心里的那把火却越烧越旺。在占领南京后的这48小时里，他几乎动员了所有能动员的力量，把那座废墟翻了个底朝天。是的，他在找一个人，一个让他彻底坠入深渊的人，也是能让他睡个安稳觉的人，就是他的亲侄子建文帝朱允文。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这8个字听起来挺简单的，但在当时的那个语境下，这就是朱棣的命门。你想想看，在古代那种极度迷信天命的社会里，皇帝可不是一个职业，而是一个图腾。朱允文只要还活着，他就是大明朝唯一的正统。哪怕他只剩下一口气，哪怕他躲在某个深山老林里敲木鱼，只要他那个建文的年号还没断，朱棣坐在龙椅上就永远像个借衣服穿的临时工。这种感觉就像你费尽心思黑进了一个顶级账户，改了密码，换了头像，甚至把绑定的手机号都给注销了，但只要原主手里还握着那个最初的原始密保，你这个账号就随时有被找回的风险。朱棣在废墟里走来走去，看着士兵们抬出一具又一具烧得漆黑的尸体，每抬出一具，他的心就提到了嗓子眼。他甚至亲自过去辨认，一个威震天下的战神蹲在黑乎乎的灰烬里，强忍着恶臭去翻看那些已经碳化的残肢。他希望能看到那枚传国玉玺，或者看到朱允文身上那个独有的胎记，但很遗憾，火实在太大了。
火不仅烧掉了宫殿，也烧掉了所有的证据。那句所谓的帝师最后被拖出来的时候，连性别都快看不出来了。朱棣展现出了他极其矛盾的一面，他一边对着这具焦尸痛哭流涕，喊着侄儿你怎么这么傻啊，一边却在心里疯狂打鼓，这真的是他吗？万一这只是个替身呢？万一他顺着后宫的密道跑了呢？万一他现在正坐在去往海外的小船上，正憋着劲儿等哪天杀回来呢？这种未知的恐惧比千军万马还要折磨人。朱棣开始变得疑神疑鬼，在登基前的这最后几个小时里，他甚至不敢关灯睡觉。他觉得每一处阴影里都藏着朱允炆的眼睛，每一个路过的太监都可能是建文帝派来的杀手。他甚至开始怀疑那个帮他打下江山的和尚姚广孝是不是也瞒着他在搞什么秘密计划。这就是权力的诅咒。当你通过非正常手段获得最高权力时，你就已经失去了信任任何人的能力。朱棣发现自己虽然赢了战争，却把自己关进了一个名为合法性焦虑的监狱里，而那个消失的建文帝就是这个监狱里最可怕的狱卒。他不需要露面，不需要发声，只需要保持失踪这种状态，就能让朱棣在往后的20多年里，每一天都活在战栗中。很多时候，我们担心的不是那个已经发生的坏结果，而是那个可能发生却又没发生的变数。那种悬而未决的压力，往往能把一个人的意志彻底摧垮。朱棣当时就是这样。于是他开始了一种近乎偏执的弥补。既然找不到活人，那就必须在书本上把这个人给杀掉。他在心里定下了一个计划，如果现实中无法终结建文帝，那就从历史里抹掉他。这48小时的搜索无果，直接导致了后来大明朝历史上最疯狂的一次文化大整容。朱棣坐在那个还带着焦糊味的大殿里，看着窗外微弱的晨光，他知道他等不到那个确切的答案了，但他必须做点什么来平复这种快要让他发疯的焦虑。他招了招手，对身边的亲信下达了几个极其阴冷的指令。从那一刻起，大明朝的档案库里有些名字开始被划掉，有些日子开始被重写。他决定不等了，既然上天不给他一个确定的死亡证明，那他就自己给自己发一张合法的准考证。他要登基，他要改元，他要用最华丽的仪式来掩盖内心的虚弱。但在他走向龙椅的每一个台阶上，他仿佛都能听到那个消失的侄子在黑暗中对他发出冷笑。这不仅仅是朱棣一个人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权力逻辑下所有人的宿命。就在那场大火渐渐熄灭，建文帝朱允炆的下落变成一个永久的谜团时，朱棣明白了一个道理：既然在现实世界里，他暂时没法给那个消失的侄子盖棺定论，那他就必须在另一个维度里彻底终结对方。这个维度就是历史。在这登基后的48小时里，朱棣除了杀人和搜人，还干了一件极其毁三观的事。他开始动用举国之力，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明历史精修工程。如果说诛十族是肉体上的毁灭，那修改实录就是灵魂上的抹杀。朱棣坐在这张抢来的龙椅上，越坐越觉得扎屁股。他看着那些史官手里攥着的笔，总觉得那笔尖比方孝孺的骨头还要硬。他心里那个名为合法性的小人正在疯狂尖叫。他想，既然大家背地里都说我是贼，那我就把贼这个字从字典里抠掉。朱棣下达的第一道文化指令简直荒唐的让人想笑。
他宣布，建文帝朱允文的那4年统治在历史上根本不存在。你没听错，他玩了一手现实版的越后祭坟。他把建文元年、2年、3年、4年全部抹掉，统一改成了洪武32年、33年。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在他编造的历史逻辑里，他爹朱元璋好像活了100岁一样，直接跳过孙子，把皇位传给了他这个4儿子。朱棣这种对时间的强行占有，恰恰暴露了他内心的极度虚弱。他太害怕那个建文的年号了，那2个字对他来说就像是贴在额头上的篡位者标签。他必须用父亲朱元璋的阴影来盖住侄子朱允文的痕迹。但这还不够，朱棣在登基后的这个深夜里，盯着摇曳的烛火，又想出了一个更离谱的谎言。他对外宣称自己根本不是什么宫妃生的，他其实是马皇后的亲生儿子。尽管官方记载明确，但民间和部分历史考证认为，朱棣可能并非马皇后亲生，而是由其他妃嫔所生，后来被记入马皇后名下，以获得嫡子的合法身份。大家都知道，在古代那讲究的是嫡庶神权，只有马皇后生的儿子才是正统。可天底下的明眼人都知道，马皇后生前对他这个老四也就那么回事儿。真正的嫡长子是早死掉的朱标。他为了让自己看起来像是名正言顺的继承人，连亲妈都不要了。这种心理动机其实挺可悲的。一个已经在战场上封神的男人，却在血缘和出身这种事情上卑微到了尘埃里。他疯狂地修改档案，逼着史官写下那些连他自己都不信的鬼话。他以为只要白纸黑字写下来，后世的人就会觉得他真的是天命所归。他越是想证明自己是嫡出，越是想证明自己是帮父亲清理门户，就越显得他像个在偷穿大人衣服的小孩。这种粉饰太平的行为其实是大规模的集体心理阉割。他不仅要求自己相信，还要求全天下的官员和百姓一起配合他演这出戏。谁敢提建文2个字，谁就是大逆不道；谁敢质疑他的出身，谁就得去陪方孝孺。在那48小时里，南京城的书架上，无数书籍被焚烧，无数记录被涂抹。朱棣试图用一种近乎偏执的强迫症，把大明王朝的记忆重新恢复出厂设置。但这种做法真的有用吗？事实证明，历史是有记忆的。他在《明太宗实录》里把自己写得像个拯救世界的超级英雄，把自己起兵造反写得像是在做慈善。但字里行间那种咬牙切齿的急迫感，那种恨不得把每个反对者都钉在耻辱柱上的戾气，却让几百年后的我们一眼就看穿了他那一刻的慌张。他在这48小时里亲手杀死了一个时代，也亲手阉割了自己的历史声誉。他成了名义上的胜利者，却在文字的战场上输得一干二净。他知道那些文人虽然表面上磕头谢恩，但背地里一定会把真相传给子孙。这种被全世界孤立的恐惧，让他哪怕坐在最华丽的宫殿里，也觉得这里像个冰冷的乱葬岗。这时的朱棣，不是那个杀伐果断的战神，而是一个在深夜里满头大汗，忙着销毁证据的罪犯。他以为删掉了过去，就能拥抱未来。到了登基后的第一个深夜，南京皇宫里安静的掉根针都能听见，朱棣终于躺在了那张他梦寐以求的龙床上。这张床曾属于他那个不可一世的爹朱元璋，也曾属于那个被他赶下台的侄子朱允文。按理说，朱棣
忙活了4年，打了无数场仗，现在大权在握，总该打个心满意足的大呼噜了吧？可事实是，朱棣失眠了。而且这种失眠不是因为兴奋，而是因为一种深入骨髓的惊悚。他在床上翻来覆去，总觉得这被窝里凉飕飕的，这不仅是物理上的冷，更是心理上的虚。他这一辈子杀人如麻，在战场上看着满地残肢断臂，连眼珠子都不眨一下，可偏偏在这个本该庆祝的夜晚，他被一阵风声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传说朱棣登基当晚，皇宫里只要有一丁点动静，他就会立刻从床上弹起来，手下意识地去摸床头的宝剑。这种应激反应其实就是典型的战后心理综合征加权力焦虑症。他看着窗外摇曳的树影，一会儿觉得那是朱允炆带着鬼魂回来索命了，一会儿觉得是哪个还没被杀干净的忠臣藏在暗处准备行刺。这种草木皆兵的状态，让这位大明战神在那一刻看起来特别像个受惊的小动物。他在怕什么？他怕的是那个还没闭环的逻辑。在他的认知里，皇权是神授予的，是讲究感应的。他现在虽然坐上了位子，但老天爷没给他发短信确认啊。他杀了方孝孺，那是强行闭嘴；他烧了皇宫，那是毁尸灭迹。但那种不合规的罪恶感，就像是一台关不掉的收音机，在他脑子里不停地播放杂音。甚至有野史记载，朱棣在那48小时里经常自言自语，甚至在梦里喊着不是我要反，是你们逼我的。这种梦呓其实就是一种自我辩护。他太想说服自己是正义的了，以至于他必须在梦里都得维持那个靖难的人设。这种高度的精神内耗，让他在登基后的头2天肉眼可见的老了好几岁。更让他坐立难安的是，他发现自己竟然无处可躲。这皇宫虽然大，但每一块砖瓦似乎都打着朱允炆的烙印。那些唯唯诺诺的太监，以前是伺候朱允炆的；那些低头顺从的宫女，以前是给朱允炆扇风的。朱棣看着这些熟面孔，心里想的是，他们现在对我笑，是不是在等我睡觉的时候给我脖子上来一刀？这种对身边人的极度不信任，成了朱棣余生挥之不去的阴影。在那48小时里，他下令把宫里的守卫换了又换，甚至连做饭的厨子都要经过好几轮审查。他不再相信那些所谓的忠诚，他只相信恐惧。他觉得只有让所有人怕他怕到骨子里，他才是安全的。那个深夜的朱棣就像一个孤独的守墓人，他守着大明王朝的权杖，却感受不到一丝权力的温度。他原本以为登基是终点，后来才发现登基只是无期徒刑的开始。他在黑暗中睁着眼，听着雨声一点点滴落，那种清脆的声音在他听来简直就是催命符。他在龙椅上坐立难安，在龙床上夜不能寐。这就是权力的悖论。你为了得到它，丢掉了安全感；你为了守护它，丢掉了信任感。朱棣在这个深夜终于明白，他赢了天下，却输掉了那个能让他安稳睡觉的世界。当黎明的曙光再次照进大殿，朱棣揉着通红的眼睛站起来时，他的眼神里少了一份英雄气，多了一份独裁者特有的阴冷。这种阴冷即将变成一场席卷全国的风暴，因为朱棣发现光靠改历史、杀书生还不够，他需要一种更彻底的方式去挖掘那个让他失眠的根源。他必须要把那种看不见的威胁变成看得见的毁灭。在那48小时即将结束的时刻，朱棣做出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不仅改变了他个人的命运，也深刻影响了此后几百年中国的走向。
朱棣在那张冰冷的龙床上猛地坐起，那一刻，他终于做出了那个影响大明200年的决定。他意识到，靠杀人来解决问题，效率实在太低了。方孝孺可以用死来成就名声，建文帝可以用失踪来制造恐慌。如果朱棣只是不停地挥舞屠刀，他最终只会变成一个守着废墟的疯子。他不再追求让人们爱他，也不再寄望于让人们理解他。他要建立一套让所有人甚至连在梦里都不敢反抗他的绝对监视系统。这套决定的核心就是4个字：全员晋升。在那48小时的尾声，朱棣看穿了权力的终极逻辑：如果你不能掌握真理，那你就必须掌握解释权。他下令不仅要杀掉反对者的肉体，更要给剩下的活人装上思想的枷锁。他决定把锦衣卫从原来的仪仗队正式改造成大明朝的深夜敲门人。朱棣的这个决定，把原本那个还有点温情的封建王朝推向了一个极度压抑的特务政治时代。这个决定最狠的地方在于，他利用了人性的弱点，就是猜疑。朱棣下达了一系列秘密指令，鼓励官员之间互相举报，鼓励邻里之间互相监督。他要让大明朝的每一个人都明白，在这个帝国里，只有他朱棣一个人的声音是真实的，其他的都叫噪音。朱棣看着镜子里疲惫的自己，露出了一个阴冷的笑容。他知道，从这一刻起，他虽然永远失去了方孝孺那样的良臣，但他将得到一群最听话的工具。他决定把这种监视延伸到大海的尽头，延伸到历史的每一个字里。这个决定让原本只是家族纠纷的靖难，变成了一场针对全民族性格的整容手术。在这关键的48小时里，南京城里不睡觉的人可不止朱棣一个。如果说朱棣是那个在深夜里反复确认剧本的导演，那满朝文武就是一群被迫上台还没背熟台词的龙套演员。而且这出戏的生存难度是极高的，只要有一个眼神不对，或者台词多了一个字，全家人的命可能就交代在这儿了。这时候的大明职场简直就是人类历史上最高压、最内卷也最拼演技的现场。咱们得聊聊这些所谓的大明新贵们。他们大致分2拨人，一波是跟着朱棣从北平一路杀过来的嫡系，这帮人虽然立了功，但心里也犯嘀咕，老大现在连方孝孺这种级别的大拿都敢诛10族，那以后要是看我们不顺眼，是不是也就是一刀的事儿？另一波则是南京城里原本效忠建文帝，现在临时反水的转岗员工。这波人更惨，他们得在48小时内完成从忠臣到顺民的心理建设，还得表现得比谁都拥护新老板。这种职场高危期简直就是一场全员面具舞会。在那2天的朝堂上，你看不见一张真实的脸，每个人都在努力调整自己的表情管理。你不能表现得太高兴，因为毕竟刚死了前任老板。你要是笑出声来，朱棣会觉得你这人没心没肺，以后肯定也会背叛他。你更不能表现得太悲伤，那简直是在朱棣的雷区上跳探戈。方孝孺的血还没干呢，你想去陪他吗？当时南京城的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极其诡异的气氛，大家说话都只说半句，眼神交流全靠心领神会。朱棣在上面看着下面这群跪得笔直的官员，他心里也明白，这帮人里没几个是真心的，但他不在乎真不真心，他在乎的是服不服。这其实就是一种典型的职场 PUA。朱棣用最极端的暴力把这帮精英阶层的脊梁骨给敲碎了，然后再给他们披上一身华丽的官服。
在这个节骨眼上，那些最先跳出来投诚的人，往往过得最煎熬。他们得加班加点地写检讨，把自己过去几年效忠建文帝的行为说成是被猪油蒙了心。这种自我羞辱式的表忠心，是进入朱棣新内阁的唯一入场券。在那48小时里，无数文人的气节像垃圾一样被扔进了护城河。他们发现，在绝对的暴力面前，逻辑和尊严真的连个屁都不是。更可怕的是，这种恐惧感是会传染的。朱棣的疑神疑鬼，直接导致了整个官僚系统的精神衰弱。大家开始互相监视，谁家半夜点了灯，谁家今天多买了菜，都可能被当成是密谋造反的证据。这种全民侦探的模式，让原本繁华的南京城变得像一座巨大的停尸房。大家虽然还活着，但灵魂都已经萎缩到了极点。当一个团队的领导者处于极度焦虑和不安全感中时，这个团队的效率其实是极低的，因为大家的精力全花在了猜测圣意和自我保护上。朱棣在位的前几年，大明朝的政治生态极其扭曲，这种扭曲就是从登基这48小时的恐惧中蔓延出来的。那些大明新贵们虽然住进了大宅子，拿到了高工资，但他们这辈子都没再睡过一个安稳觉。他们学会了见风使舵，学会了阳奉阴违，唯独忘了什么是真正的担当。朱棣用恐惧统治了他们，但也亲手毁掉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政治环境。他身边围着一群唯唯诺诺的奴才，但他依然觉得孤独，依然觉得那些藏在阴影里的眼神全是要杀他的刀。朱棣看着这些跪了一地的精英，他可能产生了一种虚幻的掌控感。他觉得大局已定，他觉得江山已稳。但他不知道的是，这种靠恐惧维持的忠诚，就像是沙滩上的涂鸦，只要那个名为建文帝的浪头打过来，这些人随时会换一副面孔。于是，为了彻底拔掉这根心中的刺，也为了给这帮新贵们找点事干，免得他们闲得慌去琢磨怎么造反，朱棣下达了一个震动世界的任务。他要找一个最信任的人，带上一支最庞大的舰队，去大海的尽头找回他的安全感。这个决定让原本只是家族内战的靖难之役，意外开启了大航海时代的序幕。朱棣终于意识到一个扎心的事实，在这个世界上，火能烧掉宫殿，却烧不掉一个人的心魔。那个消失在火海里的侄子朱允炆，成了他这辈子最大的售后问题。为了解决这个从登基第一天起就如影随形的恐惧，朱棣做出了一个让后世震惊、让钱包缩水的决定。他把原本用来巩固防线的资源，全部投向了那一望无际的大海。这就是咱们课本上经常夸赞的郑和下西洋。官方的说法非常高大上，什么宣扬国威，什么贸易往来，什么建立朝贡体系，听着就像是大明版的一带一路，充满了国际主义精神。但如果你回到朱棣登基后的那个深夜，回到他盯着那具焦尸发愁的瞬间，你就会发现，这伟大的航行背后，其实藏着一个极其卑微，甚至有点滑稽的私人动机。他还是得去找那个人。他在怕什么？他怕的是那个万一。万一朱允炆真的没死，万一他跑到了南洋，万一他正跟国外的某个国王密谋杀回来。朱棣这种战神级别的猛男，在面对这种概率性事件时，表现出了极其严重的强迫症。于是他找来了郑和。郑和是谁？那是他的心腹，是陪他经历过生死、最懂他心思的人。朱棣给郑和的任务，明面上是去送礼收税，暗地里其实是一场跨国搜捕。那些巨大的宝船
哪里是什么贸易货轮，那分明是明朝版的顶级巡逻车。朱棣甚至不惜工本，把船造得比楼还高，就是为了告诉海那边的那些小国家，看清楚了，我现在才是大老板，要是你们敢收留那个前任，我就把你们的地盘夷为平地。他是在用大航海的壮举去冲淡自己身上那个篡位者的标签儿。他对北京周边的长城防御体系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复，在南京造宝船，这一南一北其实都是他的防火墙。长城防的是外面的蒙古人，而宝船搜的是那个可能藏在角落里的威胁。朱棣这一辈子其实都没离开过那个登基初期的噩梦。他派郑和一次又一次的出发，每次回来都要第一时间召见。他问的第一个问题绝对不是今年赚了多少银子，也不是带回来几个长颈鹿，而是有没有消息。这种对一个特定目标的执念，让他把整个国家的命运都带入了一种高强度的精神内耗中。下西洋确实很辉煌，但也确实很费钱。那是大明朝几代人攒下的家底，就这么在寻找一个幻影的过程中慢慢耗尽了。朱棣这种过度防御的心理，本质上是一种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极度恐慌。他发现权力的王座其实是一个巨大的信号站，但他接收到的全是噪音，所以他需要郑和去大海的那一头帮他过滤这些噪音。他想听到的其实是一个肯定的回答：朱允炆死了，或者朱允炆认输了。可惜他等了一辈子也没等到，这种未完成的心理闭环成了朱棣一生的痛。他在一次次的航行报告中老去，眼神变得越来越阴郁。他终于明白，有些东西一旦在最初的那48小时里弄丢了，就算你派出10000艘船，也找不回来。那种东西叫内心的宁静，也叫正义的坦然。朱棣用郑和下西洋开启了一个时代，但他却把自己锁在了一个永恒的寻找侄子的死循环里。这种宏大与渺小的对比，才是历史留给我们最幽默也最残酷的注解。朱棣在南京皇宫里度过的那48小时，就像是一场基因突变，直接改写了大明王朝往后200多年的遗传密码。如果你仔细观察大明朝后来的那些皇帝，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他们有的修仙，有的做木工，有的几十年不上朝，甚至有的喜欢离家出走。大家总觉得这些皇帝奇葩，但其实这种种荒诞行为的根源，都能在朱棣登基时的那种极致焦虑里找到原型。朱棣给他的子孙留下的不只是万里江山，还有一种刻在骨子里的精神内耗。这种内耗最直接的产物就是一个叫东厂的组织。大家都知道东厂是特务机构，专门搞暗杀和监控，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朱棣要搞这么个玩意儿？他在位的时候手里已经有锦衣卫了。原因很简单，在那登基后的48小时里，朱棣发现他不仅不相信那些文官，他甚至连原本用来监督文官的武将都不敢全信了。他需要一种更隐秘、更直接、只对他一个人负责的力量，去充当他的眼睛和耳朵。这在心理学上叫做信任崩塌后的过度补偿。朱棣因为那个消失的侄子，因为那份得不到认可的诏书，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巨大的雷达站。他觉得周围的所有人都在骗他，所有的笑脸背后都藏着匕首。这种对权力的病态掌控欲，成了大明皇室的职业病。后来的皇帝们虽然不用再像朱棣那样亲自上阵杀敌，但他们每天睁开眼，面对的就是当年朱棣留下的那套充满猜忌的系统。现在的职场里也经常能看到这种朱棣式老板，
他们因为曾经被背叛过或者被坑过，就变得极度不相信下属。他们会在办公室装监控，会搞各种互相制衡的部门，甚至会鼓励员工互相举报。这种老板虽然能把公司管得死死的，但公司里的每个人都活得战战兢兢。久而久之，这个团队就失去了创造力，大家唯一的技能就是装模作样。朱棣当年的那48小时，就是这种企业文化的初创期。更惨的是那帮文官，方孝孺的死其实是给大明朝的读书人打了一剂预防针。他们发现，跟这种流氓出身又不按常理出牌的老板讲道理是行不通的。既然硬刚会掉脑袋，还会被诛十族，那我们就换一种玩法。于是，大明朝的文官集团开启了长达200年的软抵抗模式。他们学会了在文字里下套，学会了在程序上设账，学会了用一种极其优雅的方式把皇帝气疯。这种皇权与相权的顶级拉扯，本质上就是朱棣当年种下的苦果。他用暴力征服了肉体，却让灵魂学会了伪装。朱棣可能到死都没意识到，他当年那种为了合法性而疯狂杀戮的行为，其实是把皇帝这个职业变成了一个高危、高压且极其孤独的岗位。他的子孙们后来为什么那么想逃离？为什么想通过各种不务正业的方式去解压？因为他们承载了朱棣传下来的那份沉重的、带有原罪的焦虑。这就好比一个家族的创办者，因为是通过不光彩的手段发家的，他就会制定一套极其严苛、极其不近人情的家规，要求子子孙孙都必须活在完美的假象里。这种家庭出来的孩子，往往心理压力巨大，很容易走向极端。大明王朝的那些怪胎皇帝，其实都是在帮朱棣还债，在帮他消化那48小时里积攒下来的负能量。朱棣以为自己通过强硬手段搞定了一切，他觉得只要把反对者杀光，只要把记录抹平，这个世界就是他说了算。但他忘了，权力的运行是需要润滑剂的，而这种润滑剂就是基本的信任和契约精神。朱棣亲手砸碎了这2样东西，换来的是一种随时会崩塌的绝对服从。这种服从非常脆弱，需要不断的暴力和监控去维持。所以，当我们看透了朱棣登基时的那份恐惧，我们也就看透了大明王朝衰落的必然性。一个建立在猜忌和血腥之上的帝国，无论它的版图有多大，无论它的舰队有多强，它的内核其实是虚弱的。朱棣在那48小时里赢得了当下，却在无形中透支了未来。他让他的后代都活在了一种总有人想害朕的幻觉里，这种幻觉最后成了大明朝无法摆脱的政治宿命。这种跨越时空的心理投射，让我们在今天依然能感受到那种压抑。每一个在权力结构中挣扎的人，其实都能在朱棣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我们追求安全感，却往往因为追求过头而制造了更多的不安全。我们想要掌控一切，却发现最难掌控的其实是人心。朱棣的这48小时不仅是明朝历史的转折点，更是人类权力心理学的一个极致标本。他告诉我们，如果不解决内心的自卑与恐惧，就算坐拥四海，也不过是囚禁在金碧辉煌里的可怜虫。讲到这儿，我们终于来到了这场大明版现实生存挑战的最后时刻。如果你把视线从那些血腥的断头台、烧焦的废墟和浩瀚的船队中移开，你会发现，朱棣登基后的这48小时，其实是一场人类历史上最昂贵的心理实验。
这场实验的结果告诉我们一个扎心的事实：最高的权力往往对应着最深的恐惧。朱棣虽然在物理上赢得了全世界，但在心理上，他其实一直被困在1402年那个满是硝烟的南京午后。为什么到了几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听着这段往事，依然会觉得手心冒汗，甚至能产生某种隐秘的共情？朱棣当年面临的那种合法性焦虑，就是我们现代人最熟悉的冒充者综合征。他杀掉方孝孺是为了关掉嘲讽的声音，他抹掉建文年号是为了删除黑历史的动态，他派郑和下西洋是为了确认那个随时可能回来砸场子的前任是否彻底凉透。朱棣这一辈子都在跟那个贼字做斗争，他五征漠北，那是想证明自己比谁都适合守卫边疆；他修永乐大典，那是想证明自己比谁都尊重文化。他确实做出了惊天动地的功绩，成为了史书里熠熠生辉的永乐大帝。但如果你能穿越回那个深夜，问一问那个在龙床上辗转反侧手握宝剑的男人，他可能会告诉你，他宁愿拿这一身的功勋换一个能安稳入睡不被噩梦惊醒的凌晨。这就是历史留给我们最深刻的哲学。我们今天看朱棣，不是在看一个离我们很远的暴君，而是在看一个被欲望、自卑和权力彻底异化了的灵魂。大明王朝的那些秘密，随着朱棣的离世被带进了长陵，但那种关于权力的逻辑，关于控制欲与恐惧的对抗，却一直在我们的社会中轮转。看透了朱棣，你就能看透很多现代社会的荒诞行为。那些为了面子而疯狂内耗的家庭，那些为了掌控欲而搞得乌烟瘴气的团队，其实都住着一个缩小版的正在经历登基48小时的朱棣。故事讲到这里，你应该已经明白，那个所谓的朱十族真相，其实不是为了杀人，而是为了杀掉朱棣内心的自卑。而那个消失的建文帝，其实也不是一个具体的威胁，而是朱棣余生无法和解的良知。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在这面镜子里看到的，永远是那颗在权力与人性之间反复挣扎的、从未改变过的真心。那么，如果你是方孝孺，你会选择写下那4个字呢？还是为了保全十族人而低头？在评论区留下你的选择。今晚的故事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中都会有那么一段登基后的48小时。无论你此时正站在成功的巅峰，还是正处于某种身份转换的焦虑中，都希望你能比当年的朱棣多一份从容。生活并不需要每一个细节都严丝合缝，也不需要每一段历史都完美无瑕。那些让我们不安的变数，有时候恰恰是生命中最真实的底色。别太难为自己，也别试图掌控所有人的眼神。在这个安静的夜晚，放下那些让你紧绷的合法性包袱，听听窗外的风，那是大自然最诚实的呼吸。